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周日致电朱立伦，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希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守民族大义，戮力合作，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朱立伦复电表示感谢。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两党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成效有目共睹。期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守民族大义，戮力合作，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他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深盼今后两党在“9·2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增进互信融合，加强交流合作，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行，共同造福两岸民众，促进台海和平稳定。在周六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中，朱立伦获得85164票，得票率为45.78%，当选新任党主席。朱立伦在当晚发表胜选感言时表示，两岸关系非常重要。他担任主席后，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绝不会变成小绿，不会畏惧任何民进党贴的标签，要重建两岸交流平台和沟通管道，在党章党纲规范下重启交流，从社会力开始交流。他强调，担任主席后会恢复所有交流平台和沟通管道，做比说重要，请大家拭目以待。今天晚上是民进党要开始担心的时刻，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是一个空前团结的国民党，我们会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国民党，我们是一个团结又充满战斗力，而且是一个战斗蓝，追求的是必胜蓝。这是朱立伦第二次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中获胜。在2015年1月，朱立伦首次当选国民党主席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向他发去贺电，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当年5月，习近平还在北京会见了朱立伦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2019年1月，为纪念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央视播出历史纪录片《台海纪事》。刚宣布参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朱立伦也现身该纪录片谈“9·2共识”。在第4集接触商谈中，朱立伦表示，“9·2共识”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因为从“9·2共识”开始，两岸才可以进行交流，相互走向和平。常说“9·2共识”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因为从“9·2共识”开始，我们两岸可以进行交流，两岸可以相互走向和平。分析指，这次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正值两岸关系70年来最严峻时刻。由于民进党当局顽固走台独路线，甚至挟洋自重对抗大陆，两岸官方交流全部中断，两岸关系跌入低谷。朱立伦此时再次当选，面临的挑战很多。除了如何团结整合国民党，改变国民党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的状况外，最重要的是如何重启两岸交流，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台媒称，两岸议题一向被认为是国民党的强项，也是民进党的软肋。如何团结全党，带领国民党重返执政，甚至走出两岸的新路线，都将是新任党主席的试炼。外界注意到，在这次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中，两岸关系是主导议题。朱立伦提出求同尊异，张亚中主张两岸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备忘录。江启臣承诺将亲自率队赴大陆开展国共高层会谈。马英九对美政策智囊吴敦义任党主席时的国民党大陆事务部副主任陈一新表示，相比江启臣在两岸关系上的相对消极，以及张亚中的相对迈大步，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在两岸政策上会采取稳健做法，以“9·2共识”为政治基础，寻求国共对话。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天致电朱立伦，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希望国共两党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您对此有何观察？我想从朱立伦昨天再度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那一刻起，不仅国民党的党员在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两岸问题的观察家
更是在屏住呼吸，观察习近平总书记会不会给朱立伦致贺电，并把它当成了观察朱立伦的两岸政策论述是否能够获得中国大陆认同，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是否能够重续前缘，重新走上良性互动与发展轨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本来自从2005年国民党前主席访问大陆，展开破冰之旅，重启国共两党的正常化交往之后，国民党每次选出新任党主席，包括连战、马英九、吴伯雄、朱立伦、洪秀柱、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都会第一时间致电表示祝贺。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与惯例，也是国共关系正常化的一种表现。但是外界也关注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与变化，那就是在去年江启臣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这一所谓的常态与惯例被打破了，江启臣并没有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我想其中的原因大家也心知肚明，因为江启臣在当选前与当选后的表态当中，虽然也强调要维护岛内现政权，但他的两岸路线接近于国民党内本土派的主张，认为应该弹性与模糊化地处理九二共识问题，甚至开始强调两岸所谓的分治分裂的政治现实。这一表述显然是背离了国共两党曾经达成的默契与共识，让共产党感到了担忧。而朱立伦再度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之所以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致电，显然是因为他在当选之后的政治表态，包括中国国民党在两岸关系路线上绝不会变成小绿，绝不惧怕民进党任何的标签，将重建两岸交流平台和沟通管道，在党纲和党章规范下开展交流，并表示将基于国民党党章政纲的规定，以胡联会5项愿景、九二共识为基础，推动两岸交流。也就是说，朱立伦的这一表态显然是获得了大陆方面的肯定与认同。我认为朱立伦的这个表态是对江启臣带有修正主义味道的两岸政策论述的重新修正，也就是修正到了国民党原来的路线上来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致电朱立伦这件事情的背后发出了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即一个中国原则与反对台独的九二共识是中国大陆跟岛内各派政治势力开展正常交往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无论岛内的哪一派政治势力，包括国民党在内，只要背离了这个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两岸的交往就会出现波折，甚至是会出现停滞。我想这既是一个政治信号，也是国民党需要接受的一个政治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电朱立伦时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成效有目共睹。您对此又是如何解读呢？我想，习近平总书记致电朱立伦时所讲的每一句话，甚至是每一个词语，都是经过反复斟酌与打磨的，背后都表达了非常深刻的含义。因此要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这份简短贺电的要义，我们必须要仔细地品味其中的每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尤其是过去未曾出现过的词语。我记得在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是这样写的：国共两党以两岸同胞福祉为念，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但是这一次在给朱立伦的贺电中增加了一个定语，也就是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面增加了一个定语，过去一个时期。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国民党仅仅是在过去某一个时段坚持了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一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基础，并不是自从2005年以来的每一个时期都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很显然，
国民党在连战、马英九、吴伯雄、朱立伦、洪秀柱、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在江启臣当选为国民党主席之后，则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大陆为什么会认为江启臣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那一段时间内没有做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一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基础呢？我认为一个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去年9月份，在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的运作下，国民党全代会曾经修正了连战与马英九时期的两岸政策论述，提出了一个新的两岸政策论述。跟过往相比，这个新版的两岸政策论述有3大明显的不同。一是国民党虽然概括承认和接受了九二共识，但是却在九二共识之前加了一个定语，即基于岛内基本法律与承认现政权的九二共识。这个也就意味着跟马英九提出的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相比，国民党的新论述更加突出了所谓的各自表述，甚至是把它看成了是九二共识的基础和前提。这跟马英九版的九二共识把一个中国当成基础与前提，显然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其二是国民党在新论述当中提出，两岸官方互动必须尊重岛内现政权存在的事实和表述现政权的空间。这就不仅是在单方面改变两岸的共识，而且是在倒逼中国大陆必须先接受岛内现政权存在的事实，否则就可能没有共识了。那么其三是国民党新论述在坚决反对台独的同时，还加上了一个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甚至强调两岸关系的进展不能以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妥协为代价。国民党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为了防止与反击民进党对他们长期以来的抹红攻势，但是这一表述却跟中国大陆提出的用一国两制方针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产生了抵触，同时也违背了大陆提出的两制之间要相互尊重，尤其是要尊重大陆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样一个大原则，甚至会导致两制之间互不信任、相互对抗，进一步走向激化。大家知道，所谓的共识一定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认可的东西，而现在这是国民党单方面提出了变动，并没有经过共产党同意，这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美国司法部日前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美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周六晚，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新华社指出，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动，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周六晚9时50分许，孟晚舟一行搭乘的中国政府包机稳稳降落，机场灯火通明，机身上的5星红旗格外醒目。舱门打开，一袭红裙的孟晚舟向等候在这里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现场爆发热烈欢呼。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由于疫情原因，现场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孟晚舟用颤抖哽咽的讲话，表达了对祖国最深沉的情感。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遇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3年，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爱与温暖。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我也感谢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相关部门对我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坚定地维护了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的
正当权益。孟晚舟表示，回首3年，更加明白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十指相连，祖国是最坚强的后盾，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企业才能稳健发展，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以祖国为傲；作为一名奋斗的华为人，我以华为为傲。艰难方显勇毅，磨砺使得玉成。所有的挫折与困难，感激与感动，坚守与担当，都将化作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拼搏的勇气。我们坚决拥护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忠于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事业，在政府的管理规则下，努力发展好企业，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国庆即将来临，提前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我想说，有5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孟晚舟数次向欢迎人群深深鞠躬，欢迎人群多次对她的深情致辞报以欢呼和掌声。孟晚舟和欢迎人群一同高唱歌唱祖国，很多人流下热泪。在机场等候的有100多人，除了孟晚舟的家人外，还有外交部、广东省、深圳市有关领导和华为公司有关负责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与孟晚舟同机抵达。目前，孟晚舟已按照防疫规定乘车前往指定酒店接受隔离。她将按照14+7入境隔离政策，在集中隔离14天后再进行7天居家隔离。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过境转机时遭加方无端拘押，前后长达1028天。这是一起由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帮助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对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目的是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其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加拿大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美方仆从的不光彩角色。那么孟晚舟事件本身呢，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政治事件啊。美国为了达到来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华为的目的呢，实际上是策划的一场阴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站出来对公民和企业进行保护啊，我觉得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我们这强有力的外交所展示的实力我觉得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呢很难得到保护我觉得从孟晚舟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得到这一点。孟晚舟顺利返回祖国，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人民日报在周日的头版发表了题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9月25日，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文章指出，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14亿多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中国公民最坚强的后盾。孟晚舟事件充分表明，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国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行为，绝不允许中国公民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牺牲品。新华社在周日凌晨发表题为《孟晚舟顺利回到祖国》的报道。文章写道，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为，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从周六下午，孟晚舟搭乘的中国包机进入中国领空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各平台就
开始了全程直播。截至周六晚23点，央视新媒体直播总观看量近4.3亿。深圳媒体也给予高度关注。深圳广电集团联合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从当晚6点40分开始，开启了长达5小时的新媒体直播。在深广电自有平台全网观看总量超过1266万，短视频产品全网播放量超过5500万，形成了全网传播热潮。深圳卫视直新闻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其中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国传递的意义一文指出，只有强大的中国政府才是你有力的支撑，才能维护你的利益。孟晚舟已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在孟晚舟回国之时，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华为连续6年第一。华为还在当天的全连接大会上发布全新操作系统，名为 OpenOLA。欧拉，这无疑是对仍在打压华为的美国最好的回击，也让孟晚舟这3年来所受的煎熬与痛楚没有白付。华为是打不倒的，这自然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祖国的力挺。晚舟归航也点燃深圳人民的巨大热情。周六晚，深圳市内多处地标建筑楼身打出欢迎孟晚舟回家的巨幅标语。在深圳龙岗，300架无人机组成的机队在空中飞出“月是故乡明，轻舟虽晚，终回家国”等字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歌声响彻国际候机大厅。在华为新生社区，华为员工建起1000层高楼帖，表达对孟晚舟的欢迎之情和对祖国强大的自豪。轻舟归家国，千日犹未晚，欢迎回家，祖国万岁等留言比比皆是。周日，有记者探访深圳华为总部，看到华为总部财经大厦电梯间的显示屏上打出“山花烂漫迎军归，守候1029天”的字样。华为总部财经大厦咖啡厅灯塔在守候，欢迎英雄回家的咖啡杯随处可见。孟晚舟回国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外交实力。深圳卫视注意到几个细节。就在孟晚舟获释前几天，中方代表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敦促加拿大立即纠正错误，解除对孟晚舟的任意拘押。而早在2018年，孟晚舟被任意拘押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和加拿大驻华大使。2次召见，中方都用了同一个词，性质极其恶劣。这次从温哥华启程回国前，中国驻加使馆相关人员专门到机场为孟晚舟送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同行回国。由这个驻加拿大的大使陪同这个同机回国，这是正式表明这是一场国家的行动，是吧？一次外交的行动，可以说国家呢就是在这个方面，给咱们的企业给受到影响的公民呢，予以了非常充分的保护。事实上，孟晚舟顺利回国，不仅有中国外交人员努力的结果，更因为站在他们背后的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今年7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中国开出2份清单，释放孟晚舟成为中国给美国当面列出的需要解决的26项问题之一。这在中美交往史上还是首次。有观点指出，归根到底，靠所谓实力打压制裁的路数，在今天的中国行不通，美国只能回到讲理的轨道上。从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的处理的结果来看应该说中国政府给美国政府设定的2张清单美国方面是清晰的收到了，而且感知到中国维护公民个人和企业合法权利的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实力。国内媒体一片欢腾，海外媒体也纷纷用大量篇幅对孟晚舟回国进行报道。孟晚舟回国当天，美国彭博社发表题为《美国付出代价结束华为问题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文章，称孟晚舟回国意味着美国执行了中方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一项关键要求。尽管美国会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但孟晚舟回国将为中美关系的改善铺平道路。《华尔街日报》同日报道称，孟晚舟从加拿大返回中国，消除了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刺激因素。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表示，孟晚舟事件的解决使得加中关系少了一根刺，但加拿大与中国可能不会再回到从前的状态。
孟晚舟顺利返回中国，同样触及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政客的敏感神经。以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比尔·哈格蒂为首的一批反华先锋，正在激烈批评拜登政府向中国投降，质疑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继续制裁华为。比尔·哈格蒂宣称，这是向中国的进一步屈服。利用这个案件成功的解决，也可以说呢，展示了国家的这样一个实力，也使得美国认识到要尊重中国的合理的关切合法的利益实际上是开展任何的中美合作的一个前提。孟晚舟平安回国，在日本也引发热议。深圳卫视注意到，与以往网络右翼无端攻击、抹黑中国不同，此次大量日本民众支持中国，佩服中国与美国无理行径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其中很多人开始反思，同样面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如果当年日本也能像中国一样不懈抗争，或许就不会陷入失落的30年。日本的外交、经贸乃至国力也会与今天大不相同。有日本网民评论称，和孟晚舟相比，东芝的干部们真是可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想必会成为今年的流行语。非法拘押3年，辛苦了。华为不是第2个阿尔斯通，地球也不是美国为所欲为的地方。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孟晚舟周6晚回国，在深圳机场发表的感言，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刷爆全网。您是如何看？主持人好。经过1000多天的非法拘押，孟晚舟呢，昨天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华为总部所在地深圳。他一句"祖国，我回来了"，饱含着真情，是对中国力量和中国人情怀的深切感念。昨天呢，从早到晚刷屏的都是孟晚舟回家。人们呢，之所以刷屏，之所以不断的关切华为的女儿，实际上呢，是在表达国家的自豪感。表达每一个中华儿女对习主席的敬爱，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孟晚舟的感言呢非常中肯，他说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失之相连，这一点儿没错。即便华为是跨国公司，但首先是中国企业；孟晚舟是华为的高管，但首先是中国人。他遭受1000多天的不幸和煎熬，是美国无端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结果。而他呢，最终能够回到祖国、回到家，则是中国力量的生动展示，再一次说明了有国才有家，国强则民安这样一个真谛。孟晚舟回家呢，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他生活和奋斗过的深圳，为他点亮了回家的灯。市民们呢，自发的到机场，举着5星红旗，唱着歌唱祖国，迎接一位受难的姐妹的归来，是非常的感动人。显示出团结的力量。孟晚舟回来了，华为的战斗并没有结束。美国商务部长说，对华为绝不手软。您是如何看？美国不仅呢对华为强硬，而且对中国也很强硬，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依然存在，而且是越来越近。华为呢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旗舰，成为美国打击的重点。从限制芯片等软硬件，到排斥华为参与全球竞争。美国呢干了很多缺德的事儿，全然不顾这个市场原则和国际法。最新的打压手段是，美国呢可能要把华为已经出售的这个荣耀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美国政府呢可能以华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名，对这个华为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说服更多的盟国不采用华为技术。你说的很对，孟晚舟回来了，华为的战斗并没有结束。甚至说呢，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但是呢，我们要有信心。华为呢是更有信心。华为的创办者任正非说过，华为坚定不移地对中这个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打出了领先世界的企业。那么，面对美西方的技术围控和市场围堵，华为呢一样在密集炮火坚决突围。美国堆砌的城墙呢，终究呢会被击溃的。新的通信技术市场格局呢，其实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周五的首次面对面会议，在包括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网络等若干领域取得进展。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四国重申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建设自由开放、包容性强的印太地区。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CNN 称，这是美国未来在亚洲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拜登政府将采取行动，加强与亚洲同盟的外交伙伴关系。在疯狂拼凑一个个小圈子背后，美国完成了怎样的印太布局？来看看报道。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前，美国总统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双边会谈。印度外交部周六公布会后联合声明，称两国同意加强防卫合作关系。声明说，拜登重申美国视印度为主要防卫伙伴，将继续加强与印度的情报分享、后勤、军方互动、先进军事科技合作，以扩大多边架构下的接触。声明还提及，两国在美印国防科技与贸易倡议架构下共同开发空射无人载具的计划，并呼吁民间业者参与国防设备的开发与生产。此外，声明也说，印美两国领袖同意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并与诸如东盟等区域性组织和四方安全对话会员国合作，促进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在拜登与莫迪的会晤中，还出现了一个认亲的环节。आपने भारत में बाइडेन सरनेम के लोगों के सामने बड़ा डिटेल में जिक्र किया। आपने मेरे साथ भी इस बात का उल्लेख किया था। तो बाद में मैंने काफ़ी कुछ कागजात खोजने की कोशिश की है। कागजात मैं लेकर के भी आया हूँ। हो सकता है शायद उसमें से कुछ आगे का निकल आए, शायद आपको कुछ काम आए। Are we related? Yes. 会面结束后，莫迪发推特称，与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及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讨论是广泛而富有成效的。而在前一天与印度裔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会面中，莫迪不仅盛赞他是真正的朋友，还表示在拜登与哈里斯领导下，印美双边关系会达到新高度。尽管双方话了家常，认了亲戚，但分析认为，印度难以让美国交心，更有自己的小心思。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日本、澳大利亚都已经表明意愿要跟随美国步伐，但印度一直不愿摆明与中国对抗的姿态。实际上，就在四方峰会举行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印度官员的话称，印度大体上坚持其几十年来的政策，不愿滑入任何一个大国的轨道太远。印度同时也在加强与俄罗斯等美国竞争对手的对话。印度前外长西亚姆萨兰更是直接表示，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印度现在是四边机制中最谨慎的一方，该机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国防合作和对抗中国，可能取决于印度。事实上，美英澳签订核潜艇协议，也让印度心里不平衡，因为印度一直希望美国提供潜艇和航空母舰的核反应炉推进技术，但始终未能如愿。而上周，美英澳宣布的 AUKUS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就涉及在一系列防卫领域联合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前，有白宫官员被问及这一机制如何与 AUKUS 伙伴关系相联系时，他表示，这是一个独立的团体，与最近成立的 AUKUS 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非正式的集团，它不涉及安全问题。印度方面也一直试图淡化四国集团的安全色彩。印度外交秘书什林拉明确表示，让我说清楚，四国集团和 AUKUS 不是性质相似的集团。尽管如此，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安全问题明显占据重要地位。今年8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海军连续第2年在太平洋举行了规模庞大的海军演习马拉巴尔2021。随着美日澳印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线下峰会，拜登政府心心念念转向亚洲的印太战略似乎迎来一波小高潮。有分析认为，拜登在管理中国崛起的亚太布局上已拥有3把刀：四方安全对话、
澳英美联盟和五眼联盟，覆盖政治、经济、军事和情报等各个层面。因恶意传播谎言而被中国制裁的英国保守党前党魁邓肯·史密斯难掩兴奋地宣称，西方与中国关系新时代的起点被重新定义。不过，也有观察指出，美国联盟伙伴体系内部经年难除的分歧和矛盾，使得美国不管纠集多少个小圈子，都难以有效地在内部凝聚反华共识，难以在围堵中国上争取到全球广泛支持和认可。你要靠一个国家完全去对抗另外一个国家，全面性的对抗，那已经不是冷战时期说把苏联围堵的包得死死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为什么急于把连接这么多的国家建立一些小圈圈，这可以很明显看出美国对于这个中国崛起的焦虑越来越深。周日是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日，目前各投票站均已开放，投票工作正在进行中，结果预计将在北京时间周一0点后出炉。未来德国政府的执政联盟会有哪些党派组成？3位候选人究竟谁将笑到最后？来看看报道。德国周日迎来翻过默克尔一夜的联邦议院选举，6040万拥有选举权的德国公民将通过手中的选票，决定未来4年德国的走向。事实上，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同时，柏林众议院选举也在同步进行。当地时间周日上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柏林的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此前一天，他在给星期日图片报撰写的文章中公开呼吁所有公民积极参与投票。根据德国的选举制度，总理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选民将选票投给议员和政党，总理在随后的组阁谈判中产生。本次共有47个政党和团体参加选举，是德国统一以来最多的一次。不过，只有6个大政党最有可能进入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就在投票进入最后倒计时之际，眼见所属党派支持率低迷，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出马，陪同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来到拉舍特的故乡亚琛，参加了最后一场拉票活动。默克尔以搭桥人形容拉舍特，称赞其有助各方沟通。过去1周，默克尔还带着拉舍特走访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选区，为其造势拉票，呼吁选民为了国家稳定，让保守党继续执政。现年60岁的拉舍特民调一直落后于社会民主党的肖尔茨，但选前的最后阶段，两人差距逐渐缩小，让这场投票成为近年来最难以预测的选举之一。根据截至周五的选前最后民调，社民党目前的支持率大约在26%，联盟党支持率由22%上涨至25%，紧追其后的是拥有近16%支持率的绿党，而自民党和选项党则均在10%上下。观察指，与往届大选一样，无聊仍是今年德国大选的重要特点，也是战后德国政治的永恒主题。虽然由于默克尔不再参选，下届总理人选产生了很大悬念，但主要候选人普遍魅力不足，主要政党提出的新理念、新政策也不多，总体气氛仍是稳定、延续、维持现状。默克尔一直声望很高，他这个担任16年的总理在他后面呢，就是没有一个候选人呢能够得到选民的这个充分的认可，各个党的这个政党支持率呢都不高，各个政党的这个总理候选人的支持率呢也不高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呢，第一大党呢很可能是在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产生，但是这个第一大党的这个领导人是否能够这个担任这个总理现在并不确定。德国《明镜周刊》分析称，目前的民调显示，德国任何一个大党都难以赢得议院多数席位，德国很可能出现3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卫报认为，如果德国出现3党联合执政，这将进一步印证该国政治日益分裂的趋势。由此产生的局面将对德国新政府的运作方式产生广泛影响，并影响德国的欧洲大国地位。文章称，德国各党组建新政府的谈判预计将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有分析指出，默克尔卸任之后，德国短期内很难再出现一个长期执政的领导人，所以德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会受到很大影响，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甚至不断争论的过程当中。另外，德国新政府在应对外来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压力的时候，可能不会像默克尔时期那么坚定。换句话说，德国新政府要做政策品控的难度越来越大。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冯先生您好。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周日举行，根据候选人的涉华表态，您是如何来研判后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的发展？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新政府诞生以后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或政策这个中德关系这个向何处去这个也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关心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呢，我们首先要注意看什么人入阁，什么政党入阁，谁是默克尔的继承人，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总体上我的一个判断这个如果是社民党主阁，或者是这个联盟党主阁的话，由他来这个主导未来的新的政府不管几个政党参加，我觉得对华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个我们这样来看吧，就是这个联盟党的这个总理候选人是谁呢？是这个叫拉舍特拉舍特呢是我觉得从他的这个竞选纲领、竞选这个各种各样的讲话中来看呢，他基本上这个还是很重视和中国的合作当然也提到了和中国有竞争等等他的政策呢也基本上应该说是不会颠覆肯定不会颠覆这个默克尔的这个现有的这些政策这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默克尔指定的一个接班人那么现在和默克尔在一起共同执政的这个社民党的推出的这个总理候选人，也就是现在这个目前政府里面的这个副总理兼财长舒尔茨他的他们这个社民党的竞选纲领，包括他个人的表态看呢，他对华还是比较积极的比较客观，比较这个务实。这个他也是，我认为他更加重视和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这个合作包括经济上的合作，包括在这个应对气候变化这个等等方面的合作这个现在我们不太好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绿党还有另外一个党不管他是谁比如说是这个自民党或者说是左翼党如果参与了新的政府进入了这个新的这个内阁以后他们今后对新政府在外交方面、内政方面，包括对华政策方面会产生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要跟踪和研究的一个问题。美澳法三边潜艇大战持续延烧，欧洲一直就有的战略自主呼声再度高涨。那么在后默克尔时代，您是如何来前瞻美德，尤其是美欧关系走向？最近发生的拜登上台以后就是阿富汗的事件，包括这一次和这个澳大利亚核潜艇的风波我觉得给欧洲人再次敲响了警钟，就是说欧美关系需要做新的一些调整。这个调整不是说他们要和美国军事同盟说再见不是说他们要分手，而是说他要在保持军事同盟的关系的同时要有足够大的空间，要他自己来确定他的这个政策。比如说中美博弈的这种大背景下，欧洲人我觉得他就要考虑这个避免二选一，避免一切倒向美国一边去，所以他和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同时我觉得他还要千方百计的这个继续和中国保持经济上的其他方面的合作。好的，也谢谢冯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即将开幕，执新闻团队将为您提供全方位的航展报道及全程网络直播。9月28号、29号9点至16点，您可以在执新闻 App 或其他各大平台搜索执新闻，锁定航展网络直播，直击2021中国航展。9月24号，中国空军公布了参展阵容，大国重器歼20、运20和空警500、轰 6K、轰 9B 等一大批主战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型电子战飞机歼16D 和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7等首次亮相。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共舞珠海，展现空军力量，传播空军价值，弘扬空军文化。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航展现场发回的探营报道。
从1996年一飞冲天惊艳面世，走过25年，中国航展已经成为世界知名5大航展之一，各项指标稳居前3。阔别3年，2021中国航展在万众期待中终于要与大家见面了。在航展现场，歼20、运20、直20家族齐聚一堂，蓄势待发。无歼7、歼16D 首度亮相，高度吸睛。让我们一同期待着，在珠海的苍穹，共同见证中国空军战略转型的努力与成果。中国空军作为本届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将在航展期间以飞行展示、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等不同方式，集中展现空军新型战机和一批现役主战装备。本届航展上，歼20、运20齐聚珠海，空警500、轰6K 静态展示，歼16D、无侦7首次展示，81和红鹰2支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今年航展首度亮相的无侦7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巡逻等任务。将在航展上同场献技的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2支飞行表演队，目前正在珠海进行飞行训练。深圳卫视记者也在现场见证了红鹰的惊艳亮相。第2次参加中国航展的红鹰，32分钟表演时间不变，但原有的17个动作增加到了21个，8击钻石筋斗、4击剪刀叉，还有招牌动作4击双绕等，都将在珠海炫酷登场。深圳卫视了解到，本届航展将有线上线下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数千件展品参展。室内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地面装备动态演示区面积12万平方米。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至11个，展示内容包括中国军民两用航空技术和产品、航天领域先进技术和产品、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炮兵压制武器系统以及轻武器、反恐装备、无人系统以及配套产业等。在突击装甲展区，我们看到了大家熟悉的我国 VT4、VT5明星主战坦克，除了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它的火炮、机枪和搭载的穿甲弹、破甲弹、炮射导弹等等装备外，大家还可以一同期待在动态展示时，它爬坡过坎、涉水越障的飒爽英姿。这一次我感觉，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于，我们国家新一代的这个无人化装备全面的亮相，不光有这个隐身的无人机，有无人战车，有无人作战艇，这些无人装备是代表了未来战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形态，未来一定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战争作战体系。